带你掌握世界变化，掌握政局的变化。我们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等一下谢寒冰冰哥到座位上的时候，我们再帮大家来介绍。好，我们今天还是要带大家来掌握国际的话题，也就是中国军事跟安全发展的报告，这是美国所揭露的。好，那这个报告出炉之后就内容发现说，它在揭示中国在军事现代化、对台策略跟核武还有航母扩张等多个面向的最新动态。那这份报告大家就很关心说，台湾这两个字点名了几次？好，这算一算就发现说，哇，有232次。好，那中国的对不起，是美国的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费瑞安他就点出说，中共军事跟区域安全的相关重点。那说中共海军航母的规模要急速的扩张，核武库也快速的成长，那低当量的武器也受到关注，那走向的是预警及发射的模式。好，所以这是相关的重点。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方其实有再次的敦促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好，他们落实了美国领导人所做的承诺，停止武装台湾的这个危险行径，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讯号。所以中方对美反制连发了3个停止的警告。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在对台军售创了新高，这也让中国大陆蛮不满的，所以他们也出手制裁了20家的这个美军工的企业。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内容包含是因为之前对台军售，美国这边这个屡创新高，所以中国大陆在26号就以严重违反一中原则跟中美3公报，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对多家的美国军工企业和高阶管理祭出了反制的措施。好，这项政策这个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赶快出来的反击。他说，我们其实现在呢，就是美国在9届不同的政府自始至终其实都没有改变过，那并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那另外，这是美国国务院的前代理亚太驻青他则说现在美中元首或许会在2026年举行多达4次的会晤。好，这对双边关系的稳定是非常积极的信号。那说美中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已经低于了前1-2年好，所以呢，台海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明年4月川普要到习近平这里来会面？好，大家也是很关注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报告上面点名到台湾，那确实现在大家还是很关心台海的问题。好，那解放军当然也是希望要有这个秀军事肌肉嘛，那他也有步步紧逼的态势吗？那我们看到最近因为流传在网络上据称是中国货柜武器的货船。好，这个图片蛮引起关注的您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那美国战区网站就报道说这艘搭载疑似这个模块化的货柜导弹、垂直发射装置跟自卫武器的中型货船，似乎显示了中国可能将庞大的商船转换为武库舰。那不仅是导弹发射平台的能力所以现在大家说是不是也给美国还有他的盟友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那现在五角大厦也公开了年度中国军事跟安全发展的报告。那中方的海军崛起是这个报告的另外一个亮点。好，那目前中国拥有辽宁舰、山东舰还有福建舰等3艘航母。那中国计划到2035年之前要再生产6艘的新航母，要把总数拉到9艘。好，那中国的核弹头库存在2024年的时候可以看到，虽然维持在600枚左右，但是增长的速度已经较先前放缓。那然而这并不是停滞的信号，说中国现在仍然是稳步的朝2023年拥有1000枚核弹头的目标在
迈进当中。好，所以一旦中国大陆的军力起来之后，这印太的趋势跟印太的发展可能就会大大的被重塑了。好，那网络上面现在也有揭露到中国用货船改装成这个商用的武库船，刚刚我们有特别讲到，那外媒就指出说啊，中国近年来啊，就在这个滚装的货轮等商船军用的部分来进行发展。好，这类的船哦，除了搭载近迫武器跟诱饵发射器，还有它的垂直发射系统也高达的是60管，那大概是这个美军伯克级驱逐舰的2/3的防空火力，那更让美国还有印太的邻国进行提防，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样，它现在的军力的上升速度其实远出于很多的这个大国，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思考的模式。那川普这边当然也希望自己很伟大，所以我们前几天有讲到嘛，他特别取了一个自己的名字叫做川普舰。好，那这个川普舰它是现代的大和号吗？因为有新加坡学者认为这个提案与其说是出于实际的作战考量，不如更说像是面子工程。那他把它比拟成日本2战建造的大和号还有武藏号，因为这两艘船，这两艘的超级战舰虽然史上见过排水量最大的战舰，但是在战场上面根本没发挥关键作用，就遭击沉了。所以会不会变成是现代版的大和号？那川普级战舰的声势浩大，这当然也看到它的成本上面也高得令人却步。那所以有东京的国际学者就说啊，这个恐怕会促使中国加速反舰弹道飞弹的计划，而且深化跟俄罗斯的军事协调。那美军会不会成为盟友的噩梦呢？我们先看到要吓阻北韩，所以驻韩美军现在用全新多管的火箭系统在两韩边界在进行试射。这是美国的陆军他特别有讲说，他们有证实这一项在韩国本土进行的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次实弹射击。那这个演练呢，跟这个在首尔北方的凯西营进行，那距离两韩非军事区只有27公里，对驻韩美军的远程威胁火力有重大的提升。但问题是，美军有些地方还是让地区不满，也就是美军的基地有污染严重超标，冲绳县调查却是没有结果。好像在冲绳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美军看来在那边做大的态势蛮明显的。好，我们要先看到台海跟中美的关系，先问彬哥。这个中国军力报告，这是川普任内，就是他2.0任内第一次出。那上次是拜登的时候。那再上一次是川普自己第1.0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整个态势转变。第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现在开始转而比较专注在西半球跟美国自己国内的事务比较多。他们对中国大陆相对的关切的程度没有像之前那么高。那第二个，他们虽然警告了说中国大陆的一些军力的发展，可是其实他们现在转而是用一种。就是一种跟中国大陆是一种竞争合作，而不是直接对抗的一种形式去展开的。所以我觉得这显示了，至少在川普的任内，他对中国大陆大概不会再采取直接军事对抗的这种行动。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对全世界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中美如果直接正面冲突，大概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时期那可是问题是，这就代表中美之间和解了吗？可以携手并进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之间的冲突跟矛盾还是一样存在。所以美国对中国大陆当然还是戒慎恐惧。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做这个所谓的货柜船上面放了这些垂直发射系统，美国就感到相当紧张。其实这真正严重的不是货柜船的问题，而是这个是一个模组化的一个概念，它就用货柜的形式里头可以放垂发飞弹，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以后他可以把这个模组放在任何地方。谁说只有货柜船能放？所有东西都能放，只要能够放得下货柜的地方都能放。他也可以用这台车子拉货柜车拉，它不就变成那个移动式的飞弹发射车？不就这样吗？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让美国头痛的地方，因为这种东西一旦模组化之后，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部署这个东西，它也可以拉到山顶上去部署可以拉到地下去部署都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大概美国就要去思考如何去破解这个东西了。那至于说航母，
美国虽然评估它在2035年前可能会有9艘航母，抱歉，我的看法不太一样，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做这么多的航母，因为这等于是在告诉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有3艘航母，现在还有1艘在建，等于中国大陆在未来10年还要再建5艘。对啊，他建这么多航母，你确定他会这么干吗？因为建航母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它要消耗它非常多的能量。那对中国大陆来说，再加上在建中的1艘，就有4艘航母。4艘航母等于意味着它随时可以保证有2艘航母是可以在战备任务上面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目前并没有在全球作战的需求，所以以保护它的海岸线来讲，其实它已经够用了。那这个时候，在10年之内投入这么大的心力去再多建5艘航母，请问一下，所谓何来？他把这么多的量能放在那边，如果美国真是这样评估，那美国可以放心了，因为中国大陆等于把大部分的资源拿去建航母，那反而没有什么资源去造其他的船舰，这个对美国是好事啊。可是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这么做。实际上，你看他建航母的速度已经是全世界最快了，他建这3艘航母花了多久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评估。那过度评估通常是干什么？你知道？通常是要钱的讯号。也就是实际上这个评估的目的是要去跟美国国会要钱，说你看人家都要建这么多航母了，你还不赶快给我钱让我多建几艘，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然后至于说它的核弹头会不会到1000颗，我认为是会的，因为中国大陆过去的核弹头太少，那它现在大幅把它增加是有可能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他们有的时候这些报告实际上是为了它国内需求而定，大家也不用太过认真。好，要钱的讯号，好，常常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报告讲说中国大陆有多厉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讯号呢？好，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条货船上面放的这个飞弹的垂发系统，我觉得是假的哈，不是假的就是模型，要不然就是拍电影用的道具。因为以解放军现在实力，不需要做这种土法炼钢的事情。我讲几件事情啊，其实以前曾经有过这种例子，就是说这个解放军那时候因为没有军舰。那只有说鱼雷快艇，那他为了发扬海上的火力来讲话，他把我们陆军的炮装在船的甲板上面，在那边做发射。那乍听之下好像可以啊，都是炮啊，事实上不然哈。那个船是在海上是颠簸的，你这种状况下，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将炮的这种方向还有角度固定在一个位置。那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军舰你看不要光看你光看到上面那个一根炮管，你知道那下面有多长？你知道大概比我们这1层楼还要高，大概有1层半楼那么高。它包括它的这种发射药，包括它的炮弹，然后怎么样送上去，它等于把一个平面要操作的东西做成一个垂直，所以底下是很深很长的那你说货船可不可以改装？我觉得有它的一个难度。另外我有仔细去看，它譬如将它的1130的这种迫近系统防御系统的这个快炮放在一个这种就是货柜上面，就那货柜整个都压弯了，你知道？那你想想看，这个状况怎么可能去发射炮弹？那个方阵快炮，它1分钟可以打11300发的炮弹，那后坐力有多强啊？如果这种强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货柜船是承受不住的。接下来我们看，你把这60个垂发系统放导弹放在这条货柜轮上面，那只要一发炮弹。整个60枚的炮弹，那一枚导弹价值少说上百万，那你就这样沉于海底。因为货柜船来讲，军舰因为有隔舱的设计它可以如果说被打破一个洞，它还可以防止它有隔舱密闭，船不会很快下沉。但是货柜船没有这样，它钢板很薄，一般商用船只它为了节省成本，所以它的船身都做得很薄嘛，不像作战军舰要做装甲要做到这么厚，所以说只要一发炮弹甚至1枚鱼雷，可能这条货柜船就可能沉了。那沉了是不是上面的武器都沉到海里去，非常的不划算？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解放军在那边做一个练习或者做一个模型，但真的拿来作战上面我觉得是不可行的，也应该是不会了。那以解放军现在他们造军舰的速度，号称下饺子的速度，不管从055或054我觉得还是回归正常的造舰来当做武器是比较可行。如果说想要用这个我称之为土法炼钢，我觉得是不太容易能够成功，而且我觉得以解放军现在实力来讲的话，也没有这个必要。好，大东教授怎么看？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一次川普任内第2次对台军售，因为是大量。这个110亿美金所以当然北京一定会有一些动作跟反制
但是我要强调的地方是因为从1979年我们跟美国断交之后，其实美国对台军售是常态了。只是说他卖的这个时间点、宣布的时间点，还有金额的大小，还卖什么给台湾。但是在过去其实应该是在奥巴马政府之前的军售因为奥巴马之前军售大概都是怎么讲，都是那种比较大批的捆绑的，就是他减少军售台湾的这种宣布的次数，但是可能每一笔都很大。奥巴马任内还有之前，北京大概有碰到这种军售台湾的反制方法，大概都是外交跟这种政治上的一种谴责，高强度的批判、喊话。那还有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美国跟这个解放军之间两军交流跟互动，因为他们很多的一些交流的窗口可能会被终止。但是到了川普的状况 1.0 状况就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因为川普 1.0 卖台湾很多东西，183亿美金，4年军售台湾11次，而且把台湾视为是有点像是美国的非北约的主要盟友所以军售台湾是比较制度化。但这时候呢，北京有个动作是过去没有的，就是开始在针对这些企业军火商做所谓的制裁但是还没有到什么到军火商这些高层的这个企业领导者。那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在拜登任内。所以目前来说这次中国大陆制裁这个美国的军火企业企业高层，其实它不是第一次，最早应该推到川普 1.0。2019年是第一次制裁企业，包括比如说洛克希德马丁，还有波音防务，还有雷神公司。但是大家会问说，这样会让美国会痛吗？老实说，它的政治效应还是大过于经济效应，因为这些美国的主要的军火公司、军火商，它的主要的买家、核心的业务，老实说都不是在中国大陆境内，而是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而是一些美国传统的盟友跟伙伴。所以现在做的地方就是，我代表我不高兴，我高分贝的抗议。但是大家重点来了，重点是这样子会不会冲击到美中目前比较好的氛围的核心？我觉得这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太出来。所以那个董云长画面左下角这位，曾经在奥巴马任内是这个担任过亚太的首席的副助卿，到了川普1.0的时候是代理的助理国务卿他的讲法就我觉得很对了，因为目前来说因为经过这几个月美中的一个磨合，看起来兵凶战危的气氛比过去几年降低很多。所以这个我觉得未必军售台湾未必会影响到明年美中关系的大局了。以目前的北京反应来看是如此。对，那尤其是川普心中的现在核心目标就是4月我明年要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什么人都不能坏了我好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带大家来掌握到日本的讯息因为这几天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都蛮差的，而且持续了1个多月都没有好转。好，所以还是要来看看日本现在目前看到他们新年度的预算案创了新高，它防卫费已经破了9兆的日元，那无人机会成为一个防卫的核心。好，日本在26号的时候批准了下一个年度的财年创纪录的财政预算，总额是122.3兆日元，其中超过9兆日元用于国防开支，不仅创下了日本战后的历史新高，也使得他们成为了美国跟中国之后全球军费开支第3大国好，可见他们在国防军费上面的屡屡提升，也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意涵。好，那东京落实的是 SHIELD 的计划，这个是盾牌的计划，大规模的部署空中、海面还有水下无人机，用于监视跟防御。那这系统耗资的是1000亿日元，那要在2028年的3月预计投入来使用。好，所以看到他们的国防预算之外无人机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好，那日本的防卫预算再创新高，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林健马上也出来批评，说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质疑声当中不减反增。
那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大幅的增加防卫预算的做法，暴露出他们右翼势力企图推动再军事化的野心。他说这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险恶用心。好，那日本的防卫预算创新高啊，连克里姆林宫俄罗斯这边也出来警告。我们看到他们的发言人说该地区行为体在采取任何增加防卫费的措施的时候，都应该非常谨慎，以免造成紧张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好，那原本也有一直说这个高市早苗在26号有可能会来参拜靖国神社，不过目前没看到相关的新闻露出但是呢，这个中方还是对于如果他参拜靖国神社，蛮跳脚的因为有报道就说他可能会参拜嘛，所以林健这边也是马上的就做出了反应说日方应该正视跟反省侵略的历史，要以实际的行动来体现对军国主义罪行的忏悔和对受害者的尊重，不要错上加错。好，那高市早苗会不会错上加错呢？现在他的概念跟大家的想法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呢名义上面是希望反核的，但是他似乎就在慢慢的修正他这想要永和的理念好，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预算创了新高。好，高市早苗也首次对导入核潜舰来进行表态。就他23号接受专访的时候特别讲到作为强化国防力量的一环，不会排除任何的选项，而且将会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提升应对能力。所以就说这是日本首相正式对导入核潜舰做出了肯定的评论。好，那广岛长崎市长也对永和言论来进行发声说日本应该坚持的是无核3原则。好，那当然就是因为之前日本首相官邸的官员嘛，就有媒体报道说他就讲到说日本应该拥有核武这个言论。好，这让广岛跟长崎的这个敏感神经就被挑动啦。好，因为之前这个原子弹就在这区域嘛。好，那我们看到广岛市长特别讲到政府不应该被个人见解所左右，那也应该明确的坚持无核3原则。我们将继续的关注相关的动向。好，长崎市长也有特别的表态，他说政府官方的立场已经明确确认，将坚持奉行无核3原则的这一个政策方针。作为核爆受害地长崎，将继续向国内外揭露核爆的残酷真相。好，那当然因为他们是当初的这个受害，所以这个状况让他们就觉得不应该再拥有核武那当然也能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日本国内它有2派不同的想法。好，那当然叫嚣永和的日本高官现在被曝说负责核裁军核爆的受害者就发声的来进行抗议这是日本长崎4个核爆受害者的团体代表举行了记者会，在首相的官邸高官有关于日本应该永和的言论发表抗议。那日本永和论说他们在践踏核爆的受害者从苦难年代走来的80年的历程他们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好，所以高市早苗要再度的永和恐怕这个反核的民众要思考一下他们当初受害的一些状况。好，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在经济上面也是大家蛮有感觉的，因为他提出了创纪录的年度预算而且要着手的控制政府的债务，因为他现在推出了这个是国防预算到122.3兆日元嘛。那外媒的分析就说高市的内阁可能希望透过高额的预算来满足政府财政的开支，那对日本新发的这个债券进行限制，然后希望能在财政政策跟民众对债务激增的担忧情绪当中取得平衡。但是日本国债费再创新高，还是引发了市场强烈的担忧那以及日本在今年有超过2万种食品都在涨价，明年初可能再涨将近是3600种，那就意味着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越来越重了。那也有说在令和米乱难平也就是日本的米价也创了新高好，这是日本龙宁水产线好他们公布的数据显示，15号到21号这周，日本全国市场销售的5公斤大米平均价格是4337日元，这创下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最高纪录。
好，一样，我们先看到高市早苗的这个部分，因为他没有收回涉台言论，所以中方持续不满。好，再加上他现在在预算上面又创新高，又让中方觉得是军国主义再次要来临。一样，先问彬哥先。对，很多人去帮日本人辩护，说你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预算是年年在飙高，那你凭什么去讲日本？你实际上中国大陆就算是日本现在增加下去的话，中国大陆的军事预算还是日本的4、5倍以上。可是问题是，请问一下，日本国土多大？中国大陆国土多大？日本人口多少？中国大陆人口多少？而且更不要忘记，日本是2战战败国。你有必要把军事预算拉到如此之高？你到底想对付谁？你是要对付日本？不是，日本是要对付南韩，还是要对付中国大陆，还是要对付俄罗斯？你把军费拉高，一定会造成周边国家的注目。也许对台湾来讲，赖清德他们可能会认为日本把军事预算拉高是好处，可是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当日本把军事预算拉高，那就表示周边的冲突的可能性会提高嘛。那周边冲突可能性提高，对台湾怎么会是好事？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说日本提高军事预算是为了台湾，人家是为了他自己。那再来，如果日本真的跟这个周边国家产生军事冲突，对台湾也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那你看，现在中国大陆、俄罗斯都表态，可是高市会说回去嘛？他不会的了。我认为高市现在心里头也有数，在他任期之内，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不会好。所以既然不会好，那我也不用太过让步，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所以呢，他在军事上面一定会呈现一个大幅扩张的态势。他认为至少这样子可以让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好。我觉得这是高市的想法，而且也满足了高市他本来就是一个军国主义者，所以他本来就希望日本能够朝向军队正常化发展，甚至到最后是国家正常化。那当然，他的目标能不能达成，也要看美国的态度，因为日本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国家。那导致他现在虽然看起来好像在挑战非核3原则上面退缩了，但是这就代表他从此以后不碰这件事吗？我认为不是。他会继续去挑战，只是他在找下一个更佳的时机。我觉得日本接下来恐怕很多灾难就会开始。好，那确实现在日本在国际上面的讨论度也是蛮高的。我们要问大中教授。对，那个第一个是我们通常在看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大概就有三种比较常看的数字。第一个是你成长率了，就是今年比跟去年比，明年比跟今年比。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国防开支占中央政府总开支的比率。第三个，当然我们也常常在看占 GDP 的比例是多少。那现在这一次这个日本最新的2026财政年度这个防卫预算大概是780亿美金，换算成美元的话，大概是占中央政府总预算总开支的7.4%左右。这的确是历史的一个高点。那另外一个就是 GDP 的2%，其实高市早苗任内已经会大步的往前，更早会让它实现。那先讲第一个就是防卫开支占中央政府总预算的7点多，算高还低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冷战后期，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比率大概是6到6.5%，已经是蛮高的。但是因为冷战结束之后，还有后来日本的这个经济有迟缓所以它有个低点，大概是3点多，大概是2010年代的时候。但是从2015年到现在，其实它是慢慢往上攀升，到现在的7.4、7.5，我觉得未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变动。这当然是取决于包括日本政府首相他对于整体他的一个，比如说日本他认为日本的一个外在的威胁啦，日本的一个军事建军备战的目标，他做个整体考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现在讲那个靖国神社也是一个关注的焦点，但因为前几天大家说1226有没有可能，最后证实是没有。因为这个议题为什么这么关键？长期以来它是个北京包括南韩跟日本之间一个很不定时的炸弹因为里面毕竟有供奉14位甲级战犯那我印象中日本在任首相最后一次本人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应该是2013年12月。当时是安倍晋三，之后呢，大概都没有现任首相就没有自己亲自去，而是用献供的方式去做进行。那高市早苗呢，过去有没有去过？有，大概是2016、17、18、19、21，大概去了4、5次。但是他当时的身份都是以国会议员，或是内阁大臣，或者自民党
的干部的身份去。2021年之后就没有。那很多人在判断为什么会没有？有一种说法是说哈，因为2021年他开始在竞争自民党党魁了，就是有那种准首相的身份，所以在这议题上虽然他讲说他不排斥，但是他真正的动作还是比较的保守。比较的谨慎跟比较的克制哈。那至于非核三原则，就是刚才所讲，高市在过去不止讲过一次，他认为不引进会有问题，应该要打破。好，确实，因为我觉得高市早苗的他的思想方式原本认为他是不会碰触到靖国神社敏感的问题，但是看到他一连串的动作，又觉得他会去，就现在在这个26号时间点没有，但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所以我们持续关注。将军。我觉得日本它的国防预算如果已经拉升到这个9兆日元来讲的话，也就是占它 GDP 的这种2%哈，甚至于他们放话说将来要提升到 GDP 的3%，那数额更高。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到底美日安保条约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因为它事实上它的军费支出不见得比美国要少。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不是这个美国就没有必要再提供它安全的保护、安全的必要？我觉得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的哈。因为美国我们看到，从前一阵子他们自己所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来看的话，美国当然希望说是他将自己优先在自己美国本土的防卫，而不要再扮演世界警察。那亚洲这边来讲的话，东北亚尤其是东北亚这边，他当然希望由日本来这个承担起在这个围堵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这种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他讲的就是说集体自卫，就是包括集体是哪些人呢？当然不外就是韩国、日本、台湾还有菲律宾，甚至于澳洲，这叫做集体防卫政策。所以日本现在想要在这个地方担任起以前美国所扮演的，那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也当乐观其成。我当然能够将我的资源抽调回来，我不要浪费在这边。可是我觉得日本你们自己要思考清楚，当中国强大之后，连美国都忌惮3分，那你现在日本自己要不要自己往枪口上面撞上去？因为我们看到日本自己本身的地缘来讲的话，第一个它是岛国，它没有它四周都是沿海，它没有任何陆上，所以它的资源有限，它的战略纵深也有限。但是它同时面临的2个强大的陆权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但你应该是你国家安全要思考的是怎么样跟这2个陆权国家能够好好的相处，避免兵凶战危，而不是急性挑衅方面造成这2个国家对你来讲的话会担心、会紧张，会认为说是你军国主义复辟。事实上，因为你跟不管是俄罗斯或中国，你都跟人家打过仗，对不对？俄罗斯来讲的话，那时候这个日俄战争在我们中国东北地区打的仗，那中国来讲被你侵略了这么多年。可是历史上面所有战史事实证明一件事情：当你只是一个狭小的一个海权国家，你想要去挑战一个具有大陆纵深的这个2个军事陆权的强大国家，你很可能是自己踢到铁板上面。因为从几件事情就可以证明嘛。第一个，我们看到当时德国去入侵苏联，那时候苏联武器虽然比较落后，他一边打仗还一边生产，可是最后还是将德国击败了。那日本来讲也是一样，他虽然说当年曾经打败过俄罗斯，也曾经这个侵华战争打了半年，但是最后来讲，他还是整个溃败，造成他现在20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战败国。所以我觉得日本要思考的是你怎么样跟这2个大国相处，而不是去挑衅他们。好，确实现在这个日本的状况其实危机还未解啊。那他当然又有国内的部分，那他自己高市早苗的民调还是非常的高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会再持续个1-2年左右，有些人认为是以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没错，我们说到这个美国的部分现在美中贸易战，结果没想到中国竟然是打出了破兆的贸易顺差，怎么回事啊？好，现在呢，这个中国今年前3季的出口顺差竟然是达到了1.07兆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会不会也导致川普慌了呢？那么中国的出口呢，自从跟美国打贸易战之后呢，是转向了东协跟一带一路，所以这个
今年前11个月呢，出口美国的金额的确是年减了16.9%，但是这些流失的订单呢，马上就由东协啊、欧洲还有非洲市场给补上了。所以现在啊，哇，川普真的是难受了，美国也是难受了，因为现在中国正逼着成为世界第一，那么美国就面临了一个两难啦，包括了到底要不要让人民币升值。好，如果不让你人民币升值的话，那这个贸易逆差就问题无解了嘛。国内的制造业还有蓝领选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如果让你人民币升值的话，那美国世界第一的虚名就不保了。政治象征意义和全球领导信心的崩塌是无法估量的。而高盛也说了，说呢，人行表述呢，他们是倾向人民币走强的，未来12个月呢可能会看至6.85。那么高盛是维持美元对人民币汇率预测，3个月、6个月、12个月后分别将达到6.95、6.90和6.85。而另外看到啊，现在呢，中国很多的资金呢，通通都投入到了这个科技领域来看到，这个国家级经济呢，已经覆盖了京津冀还有长三角大湾区的3个区域基金，已经在26号开始运作了。这个总价值是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目的呢，就是要培育本土的科技龙头企业，并且提高投资效率。好，那现在呢，中国有哪一些领域已经开始崛起了呢？包括了商业火箭。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 SpaceX 呢是这个非常的领导巨头嘛，所以呢，这个中国也放宽了可重复火箭企业 IPO 门槛。好，上海的证交所宣布呢，开发可重复使用商业火箭的中国企业，可透过科创板 IPO 快速通道上市，豁免部分的财务要求。路透社就说了，这是北京正在设法缩小与美国在太空能力上的差距。而现在呢，这个看准了1.5兆美元的市场。中美的商业航太技术呢，哇塞！现在呢，这个大陆的航太名气呢，都集体在冲刺了。因为我们知道嘛 ，SpaceX 内部信件中确认呢，这个2026呢潜在 IPO 计划，并且同步推进内部股份出售。那么中国大陆呢，就也开始呢，包括在这个蓝箭航天还有星河动力等企业 IPO 辅导状态上面呢，都悄悄的把它更新为完成，并且宣告2025年成为中国商业航太资本化元年。那中国就是要采取国家队加民营队双轨并行，在这个航太市场规模呢，今年要突破2.8兆人民币。那如果2029年全球2%的算力迁至太空的话，那也会带动6800次的火箭发射。好，除了航太之外呢，我们来看到 GPU， 第3大中国国产通用 GPU 厂商也要冲刺 IPO 了哈。目前呢，中国第一的GPU 呢是这个摩尔线程，第2的呢木星呢，通通已经陆续 IPO 了。那现在第3名的天数智新呢，也已经通过聆讯并公布招股书了。它的2024年收入增大概是186%，那么今年上半年收入已经达到了3.24亿，同比增长了64.47%。与摩尔线程全功能 GPU 不同，它呢是更聚焦在通用 GPU 上，那么优先瞄定在 AI 训练和 AI 推理这2个最现实也最刚性的需求上面。另外来看到在量子技术的部分，哇，中国呢也是在这个领域呢达到了一个关键里程碑。好，这个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院士团队基于超导量子处理器组充之3.2号，成功跨越了量子纠错的容错阈值，成为了美国之外首个继谷歌之后呢，全球第2个实现这个关键里程碑的团队。而且这个效率呢，甚至还超越了谷歌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很多的资金都投入了科技，然后在很多的领域呢，都要超越美国了吗？请教帅将军。首先，我们要观察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跟它以前的问题。我记得早年呢，大部分的企业是靠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做了几年以后，多少年以后，就产生了它的短板。第一个，编制过于庞大，人员过多，通路不通，技术没办法创新。后来有一阵子，大家都知道国营企业可以到银行贷的款，中小企业到银行拿不到钱。
后来有一阵子开放了，就是半导体的事情，紫光集团那一阵子乱搞啊，就中国大陆就开始修正了。现在你看啊，他现在在鼓励民营企业，他怎么鼓励？他不是乱鼓励，他是有选择的。他利用这个什么长三角了、大湾了、新经济这几个集团的这个区域基金呢，做选择性的投资。你看啊，这个有选择性的投资效果就出来了，因为他那么多厂商里面，他选最有发展潜力的做投资。大家都很怀疑，说太空能赚到什么钱？太空商业上也有钱赚，军事上也有作用，因为你现在俄乌战争里面已经看得出来，这个星链对战争的影响，所以他现在就需要发射很多的这个小卫星到天上去。这个时候鼓励民营，看到那个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的成功，他现在也培养出了有民营的这个太空工业，所以从国家经营的到民营的双管并进的，你想太空，卫星就很赚钱了，你凡是要用它卫星都要缴钱，那还有很多呢，所以这个问题除了赚商业上的钱，军事上也要占优势，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走的比较活了，就是说国营跟民营呢都在并头发展，尤其现在这个半导体 AI 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很多的苗头啊。还有那个 CPU 啊、GPU 这个光刻机啊，都在蠢蠢欲动啊，准备突破美国跟欧洲的限制。再加上这一年，中国的收入突破1兆，这让美国感觉了你的围堵政策是失效的。中国大陆跟你的贸易量是下降的，它反而没有受到损害，还赚了更多的钱。所以制造大国的优势啊，就从这边看得出来。现在唯一的还没有打完的战场呢，就是金融战场跟 AI 战场。我想这两方面呢，中国大陆也积极在做备战。你看，把海南岛开放成自由贸易区，这个就打破了所谓美国把中国的投资都撤出中国市场。可是海南岛的自由贸易区可以节约30%的关税啊，这个就变制造业也进来了，加工业也进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打破了说美国说中国的商业是不透明的。这个海南岛这个作为把一块没有用的边陲的海岛突然变成一个热门的商贸区，未来的加工厂会去很多，而且不止海运，还有空运。因为海运的技术来讲，像杭州这一类的自动化装卸码头跟机械设备啊，它可以使新加坡的海运港口就没有它的效率更好。你知道船到港口等通关啊，可能要等个6-7天，有的得快的2-3天，都要缴钱的。如果有快速的装卸码头跟自动化作业的话，将来商船停靠的次数会很多。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摆脱了以前框框条条的限制，比较走向自由。所以现在美国其实是打不太赢中国的吗？我们来请教苑举正老师。人民币的汇率的问题绝对会变成2026年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但是这次性质非常不一样，因为2025年的出口啊，就是它的顺差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是在降低了跟美国贸易的情况下，大陆缔造出这个结果。它说明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它的出口非常旺盛，人民币要升值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这当中的话，大陆会不会愿意让人民币升值呢？这个情况下呢，主动权是在他自己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放在手上，可以做调整。这个跟那个1985年的广场协议叫日元升值的情况下就很不一样。日元当时的时候呢，日元的话呢，曾经得意到出口极其旺盛，然后就能够买遍全美国的情况下，然
然后美国一下逼他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日元就要升值，到现在陷入了所谓的失落30年、35年、40年都不等。人民币的情况下就很不一样，因为它的主动权在手里。但是我认为普遍来讲，大陆有一次这个以前当过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他说过，到了2030年的后，人民币会逐步调升到对美国是6:6的情况下，现在是7现在7刚破，但是大家可以料到，因为大陆这个主动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因为实际上，如果你长跑大陆，你就会发觉人民币确实是稍微太便宜了，东西买都很便宜了，但大家每个人到处都拍那个 Pocket 3什么的，你看那个价钱你就知道，人民币升值一点对大家来讲的话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讯息传达出去的话呢，就是会导致大陆的股汇债3者都会非常非常火红，所以说你这边的顾虑就是说美国拱手把自己的财经大国的机会让给大陆，而他自己看了莫可奈何，因为自己手上的那个大陆的外汇存底要干预到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的情况下，力量非常强。另外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哈，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未来的科技发展，因为接下来2026年是大陆的15.5计划的开始，其中包含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科技强国发展优质科技，其中就包含了量子科技。大家记住这边讲的最后一个消息中国科技大学的潘建伟院士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墨子号卫星用这个量子的科技、量子的技术来解决了所有的密码的问题，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窃取密码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团队搞的。我曾经跟我们学校的物理系的一个教授讲，他说其实对于美国科技真正的威胁的还未必是这个有关于半导体的方面，也不是 AI 的方面，极有可能是量子科技的问题。因为大陆的量子科技那个墨子号是从北京打一个讯号到维也纳，为什么到维也纳？因为潘建伟就是在维也纳读书的他的留学是在这个奥地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他现在做的时候呢，这个大家要了解，潘建伟做的这个主冲支是结合了2种技术一个是超导技术，另外一个是量子技术，里面会就是说量子的环境下构成了超导的环境下构成了量子科技的发展，所以说主冲支3.2号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所以导致了大陆目前为止在这方面的科技，我坦白讲几乎是遥遥领先的地步，而且象征的这个15.5计划当中的科技的重要发展。那么这一些人包含了在这个武汉的海军工程大学那个马伟明所设计出来的那个电磁弹射、直流电电磁弹射，我这举2件事情就可以告诉你说，大陆目前的科技的发展是属于以国家队的引领，然后大学里面的引领，然后呢各方面的话呢攻坚，只要有一点成果就全力支持。在这种支持下的结果的话呢，民间是用 IPO 的方式，然后国家这边的话呢就把所有的科技都转到军事上的装备。那这个发展的结果的话呢，这个例子讲不完就大致上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不过美国也想要组 AI 国家队我们来请教这个徐厚宁议员。我觉得针对所谓的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那它其实是大成本、大规模的在做，那就看就是说彼此双方，其实我自己在看它是各有优势啦。像是我们在看AI 的这个基础建设，中国大陆的制造能力当然非常非常的强，可是它可能还有那当然它对所谓 AI 的一些科技限制也没那么多。那它的发展的模型也比较好，但它有一个先天上的一个弱势，就是说你可能要去做所谓语义分析啦，做深度学习的时候，因为中文不像不像英文这种 precisely 中文它需要用段落跟语调，所以他在做语义分析的时候，他要多分析几个，那这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比这个纯算这个英文的这样的一个推算速度要稍微的再长一点。但美国在针对这上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写过的说，包括电力的限制啦。这个晶片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缺憾，然后还有所谓的这个他们对所谓 AI 的科技政策，他们有设定一些不管是道德的标准隐私权的标准这些。那所以这个坦白讲，我认为现在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中美确实进入了一个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汇率是这里面最复杂的部分，我们可以解读就是说。人民币其实确实它的这个顺差飙破了1兆美元，那在这个地方它到底是来自于所谓的转移，还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的消费能力？
还是来自于所谓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这个数字增加。那这3点，我觉得要认真的下去分析，才会看得出这些状况。那当然，中国大陆也不希望说人民币那么快的去做升值。坦白讲，如果人民币很快的做升值，我个人反而会比较担心，因为人民币的升值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所谓的这个通缩啊。那对这个内部的这个出口的这个经济也会造成一些压力。中国大陆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他自己内部的这个消费力，在还不到成熟国家的大概低于了20%。那这个强大的这个少掉的消费力，其实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储蓄率，所以它所有的储蓄率也比其他国家高非常多。那能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过去的这些储蓄率导致出来，变成所谓的这个消费力，才能够让他自己的这个内需更有火车头，更能够启动？我觉得那个是他的下一个问题。那当然，你就说，如果人民币的这个升值是来自于美元弱化的这样的一个带动，那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叫一好一坏。好是好在就是说，好，这是针对所谓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去购买所谓进口东西的这个成本，我是降低的。对于未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好的。可是呢，我手上还是有很多美债，那美债的实质价格降低，这个也是这个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从几点来看，你可以看到我们最后所提到，刚刚我们最后在讲，就中国大陆现在有系统的让它一些新兴的这个科技，把它放到资本市场，让他们有募资的机会。而这个资本市场除了先放所谓的这个香港港股以外，那慢慢的再把它导入所谓它内陆的这样的一个股市，它也是在做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活化，来活络它的这个经济。所以这一场经济战其实打得非常非常的细腻，那真的要用很多的角度去看，才分析出了一个状况。好，除了刚刚说的科技战啊、经济战，现在这个军事战的方面啊，中国大陆也是不落人后。来看到这个很奇妙的画面，这个是解放军呢在河南省许昌市举行了一个军事演习，结果这个演习的场景呢，竟然是涵盖了墨西哥湾还有加勒比海。哎，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明明就是在河南省演习，结果他们的画面竟然放的是墨西哥湾。好，这个是中国当局首次公开承认哦，正在为在美国进行潜在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好，这非常的罕见哦。而且这次的演习时间点呢，恰好就是川普他宣布呢，美国海军将接收川普级新型战舰的时候。而除此之外啊，中国大陆还有现在的这个货船也改成是火箭吗？军舰吗？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哦，这看起来呢就像是一艘普通的货柜船，但是呢，其实很多的大型军事装备呢都直接被安装在这个货柜船上的货柜上面。那么这个包含了垂直的发射系统啊，还有旋转式的相位阵列雷达，以及超视距雷达，还有近迫武器系统与诱饵发射器等等，就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了。说呢，这是不是中国啊正在测试把这个民用的商船呢快速转化为军事作战平台的能力？不过这个照片的实际拍摄时间点是没有获得确认啊，但是这个地点已经被发现是在这个上海的沪东中华造船厂船坞，而这一个照片呢也显示了这个货船就停在四川号的附近。那专家也说呢，这艘上海货船的案例呢，可能是一种呢在战时能够迅速扩充舰队规模，而且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这已经远胜于造价昂贵而且过时的川普级舰队了。好，另外来看到这个五角大厦也称啊，除了这个航舰之外呢，中国正在部署能够打击到美国西岸的洲际反舰飞弹。好，这个是地图显示，这个东风27的打击范围呢，是涵盖了整个印太地区，甚至是到了美国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而中国呢，已经部署了同类反舰系统，使北京能够在超出其现有巡航导弹、超音速导弹和高音速导弹射程上的距离，对于船舰来构成威胁。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哇塞，真的是非常的大，已经到了这个美国的西海岸的部分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自己的内部也有很大的问题，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稀土嘛。现在呢，美国强大的国防工业复合体目前是命悬一线，像是这个 F-35第5代的隐形战机以及
战斧的巡弋飞弹，它们都需要关键重稀土磁铁，但是唯一的来源呢，竟然是数十年前在法国已经破产、工厂遭遗弃的一个山废料堆，竟然去用废料来维持运作。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呢，这一批山废料只能够供应美国国防产业不到1年。除此之外呢，目前是没有其他可靠的替代供应计划的。好，不止如此啊，现在五角大厦也监督不力 F-35战机。好，现在有发现呢，去年有半数的时间呢都是无法执勤的。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说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啊，美国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装备的 F-35系列战机，去年竟然有一半的时间都无法升空，再次创下了该战机出动率的新低。而现在呢，不只是缺人、缺军机啊，美国决定要把这个水上飞机给外包出去了哈，就是因为呢，在西太平洋潜在的理想冲突中，美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地理距离。一旦跟中国发生冲突的话呢，传统的机场跑道非常容易遭到破坏。于是呢，他就授权了一项试点计划，好，不直接采购飞机组建新建部队，而是通过外包的方式，给民间承包商来快速获得能力，就直接外包这样子的水上飞机。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来补充这个不够的飞机了。而另外呢，还有这个画面啊，耶诞节也非常的有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呢，有 X 的部落客呢，他利用这个 AI 来制作嘲讽美国的影片，来看一下。Unknown contact, bearing 045 over the Gulf of America, all 240, speed steady at 185 knots. Visual is clear, what am I seeing? Thermal signature reads as a sleigh pulled by 8 warm-bodied mammals, 1 human-sized operator. That's affirmative odd, 2-1. Any intel on cargo? Confirmed manifest indicates subject has just under a ton of fentanyl as cargo. Weapon status, weapons hot, tone steady, request green light. Victim flight, you are cleared to engage. Splash that sleigh. Report status. Sleigh destroyed, multiple packages in the water. Moving to mark location. Copy Valor, begin containment and retrieval. 好，这就是在讽刺，就是美国去打委内瑞拉，说他们是这个毒品走私啦。不过这个是开玩笑的啦。但是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中国现在呢，竟然连河南省的这个演习都要去锁定墨西哥湾呢，已经开始直接挑明了，我就是要对你美国要开始来进行这个军事了吗？我们来请教税华明将军。对，这个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们在台湾的国防大学受训的时候，我们作战的地图都是中国大陆，不是在本土啊。这是一种训练。自从解放军有了蓝水海军呢，它的作战区当然要换很多地方做一个沙盘推演。何况他上一次在墨西哥跟古巴附近都做过军演的嘛，他的远洋舰队也可以到达那些地方。这是用不同的水域做不同的想定，这是一个战术上的一个磨练，也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他也参加了世界上海权的争霸的能力，就是我有不一定用。那么第二个呢，他敢这样做呢，也跟他飞弹的射程可以涵盖墨西哥湾啊，或者任何一个地方，就是说解放军的海军的船舰呢，可以获得陆基飞弹的这个资源跟掩护，所以它的作战半径就可以扩大到很多。第三个，美国为什么要发展水上飞机？你记不记得前年我就讲了，美国把陆战队撤散了，变成滨海战斗团，把它从日本的这个奄美大岛了、琉球了、跟那石环岛了、宫古岛了这些岛上，把陆战队的小单位带了飞弹在那里。那你给它补给怎么办呢？靠直升机运载量很小，你要靠机场。这些小岛第一个是没有机场，有了机场也很容易遭到解放军的飞弹的破坏，就像台湾的机场的跑道是很脆弱的，所以你飞弹再厉害，不能把海平面打掉吧？所以水上飞机就变成一个非常廉价而且有效的一个着陆的一个场地嘛。所以对这些小离岛的补给，将来这个水上飞机将来绝对是个主力。它只有一个限制因素，就是海象不好，这个风向跟浪高太高，有碍于这个水上飞机的降落。那水上飞机它现在这次用商购或者
外包，它是支援它的小离岛的一个作战因素。第三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稀土的问题。F-35B 啊，因为它要垂直起降，它飞机上的零副料件跟设备就比一般的喷射机要来得多，而且复杂。因为它要做转换这个喷射的力量，它这个容易产生故障。再加上 F-35B 大部分布置在航空母舰上，这个海风跟盐的侵蚀性也很强，所以它几乎到50%的飞机的妥善率啊起不来，加上零件补给不上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3架里面去抽1架零件去，我们叫杀肉啊，补这个飞机，所以这样子会造成停飞的飞机很多。我们国军以前也有这种经验，营长、旅长的座车用的最多，那零件补给不上怎么办？把侦察车、其他后勤车就拆上来。所以 F-35B 今天陷入这个问题，一个是侵蚀性，第二个是零副料件的补给不到位，第三一个它设计过于繁复，会造成这个故障率低，这个是可见的事实了。换句话说，它航母的战斗力就降一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中对着干，川普舰队能不能够打赢这场仗呢？我们请教叶老师。这个前不久啊，这个川普这个乱吹牛啊，他讲说是要搞这个川普级的战列舰啊，这个就真的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做法，因为大家想起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最得意的就是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结果一出来就被那个航空母舰上面的舰载机打得体无完肤，马上就沉掉了啊，死的人也非常多。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川普不懂，他只会吹牛皮啊，要不6代机啊，搞这个 F-47，因为他第47任总统嘛啊。然后的话呢，这个舰载舰的话呢，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军事科技的话呢，是靠国家的整个建设的力量来发挥，不是靠这个领导人的意志啊来发挥。这种领导人意志发挥是属于那种蛮荒时代还有用啊，那现在就基本上就不可能了。另外的话呢，大陆确实是那个要锁定美国，就是弹道飞弹的 ICBM 的话呢，就是已经很明显。这刚刚提到了那个有关于这个中国军力报告的里面就提到，就说有100多个东风31G 的飞弹放在地底下，好像靠近内蒙那一带啊，那个射程的话呢，15000公里的话可以打到美国，所以这个也绝非空穴来风。就是说，大陆的话呢，做好万全准备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在墨西哥湾那边有什么准备啊。你想想看，最近的委内瑞拉的情况下，美国乱扣船的话，扣大陆邮轮，他能够不做一点准备吗？对不对？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敢不敢跟美国拼啊？对不对？我不敢拼，但我演习已经告诉你，你已经属于我的内容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稀土的问题啊，为什么稀土的问题是绝对严重的呢？因为我自己啊就喜欢问嘛，我们有这个物理系的老师专门做稀土磁铁的，这个稀土呢本身呢，如果在没有芯片、没有半导体的话呢，这个社会会变笨一点。但是如果没有稀土的话呢，这个社会呢会完全停摆，尤其是军事的科技。那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稀土呢里面涉及到呢，稀土不稀奇哈，它也不是土啊，它是一种稀有的矿产。这个矿产的话呢，17种啊，8种的话呢，这个中稀土，9种重稀土。那这个里头当中的话呢，把这个稀土的矿产拿出来提炼。啊，生产的矿产、提炼的技术，还有提炼的东西在哪里的发展，尤其是军事科技上做火控雷达啊，做各种来讲啊，那么大陆的这个军事的科技上遥遥领先，所以美国没有稀土是不行的，美国也因此不得不跟大陆直接协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待会回来。中国公开在墨西哥湾进行军演吗？我们请教徐荣庭议员。我想这个模拟战哦，其实让大家蛮注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央视自己主动做披露哦，那它的时间点大概就是在圣诞节这样的一个时间。